这是希洛机场，我们现在去提车 ，rental car。我们到大岛了，这边的油价比较贵，4.83。我们现在要直接去 Safeway 买东西，然后到饭店 check in。这个是我们住的民舍，在一片丛林之中，昨天晚上还找不到。哦，到了，好近哦！我们到夏威夷火山国家公园啦，这也是我们的第30个国家公园。彩虹。这个景点就是在看这些冒出蒸汽的蒸汽孔。它不断的冒出蒸汽，就像是在蒸笼一样冒出来的蒸汽，像蒸包子一样，所以它才叫做 steam。你看底下还有好多的硬币啊！这个冒出来的烟比较多，可以听到那个烟冒出来的声音。我们要去 Bluff Overlook， 我们去看看。哇，你看，这就是一片好像那个芒草。你看这个火山口相当的完整。今天天气很好，可以看到一整个的火山口。你看，就从最边边都可以一整个看到。这个活火山它一直冒着蒸汽，你看它一直在冒着烟，冒着蒸汽。从这边可以连接到那个硫磺库，然后顺便走到游客中心去。看这里整路，你都还在一直在冒着蒸汽。我们要去这里 Sulphur Banks Trail。这条 trail 走起来很舒服。今天天气很好，太阳很大，那也不会很热，凉凉的。这边好多这种植物哦，可是看它们的，说那个毛茸茸的，很像毛茸茸的棉花一样，然后再加上这些硫磺库喷出来的蒸汽，上面就凝结了好多小水珠，很特别。我们开始进入木栈道区啦，就正式走进来他们的硫磺库区了。然后我们是往回走的，我们是从那个蒸汽孔那边往回走过来，走到游客中心的。这一块的颜色很漂亮，这一片就都是硫磺的结晶，然后那个蒸汽一直不断的冒出来。这个蒸汽口就很近了，你看那个洞，好臭哦，那个硫磺味道好重。这边有一座小桥，哇，也是蛮有意境的。这里真的太像北投了，然后又闻到这个味道，有点想念台湾了。我们到游客中心啦，然后它有那个小火山的印章，好可爱哦。这是今年9月的时候火山喷发的情况。刚刚听 Ranger 跟游客说，今天没有任何熔岩流可以看，有点小失望。不过我们晚上还是会开车过去看看，有期待就会有希望嘛。走这边，我们要走回去 Steam Banks， 走另外一条步道回去。也是像走在那个热带雨林中一样。一路上很多人，哇，好多人骑脚踏车来。
哇，好多人骑着脚踏车来。哇，圣诞快乐！哇，Merry Christmas！ 好，我们到了。从中间再走到火山口下面。OK，Go。这边，它这边会一半走在火山口边缘，一半走到那个火山口下面。我们走吧。哇，走在这边真的像是在拍《侏罗纪公园》一样，旁边真的很像会有迅猛龙会跳出来一样。哦，这个鸟叫声好好听哦。我们现在啊，就是沿着火山口的边缘走。哇，你看，这个就是火山口。你看底下有人在下面走，有看到吗？底下有，这边有很多小小的人，已经走到一半了。底下全部都是旧的熔岩流，然后我们等一下就要从中间穿越过去，去看一下火山活动的地形，就可以真实的摸到熔岩块了。从那边要回 VG Center， 在这边，还剩0.2到那个 Lava Tube 2.6。好，这边很棒哦，走。哇，到了！你看这整片都是火山爆发之后的熔岩凝固所留下来的黑色的熔浆岩。我们等一下就是要走下去。他说要 follow 堆起来的石头的路线，要不然会迷路。沿途真的都要找这个石堆，要不然真的会迷路啊！这一大片真的会不晓得，会走不出去。你看，这就是火山口。看这个熔岩堆里还是会有植物要冒出头来，生命力很坚韧。那你看这个熔岩石，其实它们都很尖锐，都会割伤，要小心。当初火山爆发，熔岩就是从前面这里有一块红色的这一区红色的地方所喷发出来的。你看，这就是大自然的力量，把整块的地壳都翻起来了，翻得乱七八糟的。整片被翻起来了。你看，这是一个洞一个洞一个洞的，就是很典型的火山熔岩。你看这一块，我把它拿起来，你看这一块好像脆皮饼干哦，很轻啊，这个很轻，然后声音很清脆哦，像瓦片一样。我们现在在火山口的底下了，这边刚刚一阵大风吹过来，风很大。然后我们刚刚就站在那个上面往这里看的，在上面，这熔岩流过的那个水流的痕迹啊，熔岩流的痕迹。夏威夷火山国家公园成立于1916年，1987年被列为世界自然文化遗产。这里是全世界最大的火山国家公园，也是全世界唯一一座可以自行开车进入的火山。走在这一条因为1959年大规模的火山喷发后所形成的巨型火山口步道中，深入走进120公尺深的火山口底，踩着曾经是滚烫翻腾的岩浆流过之地，心中还是有着不小的震撼。这个堆起来的路标，你看上面这里好尖哦，它可以找到一颗这么尖的石头。耶，我们穿越了。
这个季节有很多黄蜂啊，你有看到黄蜂飞来飞去吗？这边要小心一点，要避开。啊，我们上来了，我们要去走 Lava Tube。你看，我们要走进去这个热带雨林中了。哇，这个好特殊哦！这个真的只有热带雨林才看得到呢，哈。会不会忽然伸出舌头来吃？我们已经从基拉维尔步道另外一边走到这一边，然后准备要去走熔岩洞了。然后我们这一次是用逆时针的走法，我觉得逆时针比较好走，因为前面那边刚刚下来那边很陡，所以那边下坡会比较好一点。啊，我们要去走 Lava Tube，Let's go。你看，真的好像走在丛林里面哦。到入口准备要走进去了，哇，里面很黑。这个就是 Lava Tube， 这个就是熔岩洞，这个就是你看，这个就是在巨大的那个岩浆流过的时候，那个外层啊，那个外壳已经凝固了，然后因为外壳凝固了啊，所以就有保温的作用，然后就在里面的中心的那个岩浆还是继续的流动啊，等中心的岩浆流完之后啊，就形成了这一个 Lava Tube。你看。当时的岩浆有多么大，可以形成这样子的一个岩浆洞。我们要走出去啦，因为这个洞没有很长，然后里面真的凉凉的，很黑。这就是1974年的 Lava Flow。接着，我们开往陨石坑连接路，向东边的沿海区移动。在这一条长18.8英里的景观公路上。沿途可以看到火山爆发的火山残渣，也可以观赏不同年代火山熔岩喷发后留下的地质样貌。我们也选了其中几个有特色的景点参观。可以想象当时，哇，这一大片真的是毁灭性的破坏，一大片的岩浆流过。寸草不生，是一整面的、一大片的岩浆的覆盖，吓死人了。我们现在到了这个点啊，已经可以看见海了。这个下面啊，以前是一个渔村，在火山爆发后被整个掩埋了，变成一整片的熔岩地。哇，站在这边啊，真的是可以见证到创造跟毁灭的原始过程哎。你看这个斜坡，就是当时本来是悬崖呀，后来被岩浆填满，变成一个缓坡。既然一个悬崖可以把它填成一个斜坡，哎，你看当时喷出来的熔岩量有多大？你看这一大片跟这个形状，你可以想象以前它是火红燃烧的熔岩吗？全部是凝固的熔岩哦。现在就要真实的踩在熔岩上面，我觉得它长得有点像木炭哎。你看，里面还有孔洞。真的没有办法想象当时的景象哎，这个毁灭性的熔岩流，还把这边前面本来有一条旧的公路都覆盖掉了。你看这个形状好特别哦，好像一个大麻花卷。我们要先穿过一个那个火山熔岩所凝固留下来的这个步道，不太好走。走到前面才有那个原住民在大石头上留下来的壁画，我们去看看。这条步道前面就是要先走过这一片比较旧的熔岩流，就还蛮长一段路的。然后现在走到前面已经有看到木栈道了，木栈道就是要看那些古老岩画的地方，上面就有一些很多他们
在岩画上，所以不管传说是什么，总之都是跟人有关的一些岩画图腾。对于许多夏威夷人来说，这里是一个非常神圣的地方，使用已超过500年。这里也有将近23000幅的岩画图像，是夏威夷州内保存最完整的地方。前面海石洞就在前面了，你看车子已经这么多。我们现在要走去看最有名的海拱门啦，它也是那个熔岩入海以后天然形成的一个拱桥。停好车还是要走一段路，走到那个海边去看。海拱门，哇，海拱门就在前面。这就是它形成的过程，本来留下来凝固在这边，再来就慢慢被海水侵蚀，那以后它断掉就没有了。海拱门的形成也是那个岩浆入海之后所形成，天然形成的一个海拱门。它这个海拱门经过海水的侵蚀，它之后还会再坍掉，会有另外一个海拱门再形成。这块椰子树就这样子挺立在熔岩流之中，你看它们的根部本来是被风已经吹到快要歪掉了，它们还是挺拔的往上长，所以每一颗的根都是歪的。然后因为风每天这样吹，所以它们的头发都是飞向同一个地方。看完海石洞，再往前面还要再走一段路，我们去看一下那个被火山熔浆所毁灭的道路。看这个熔岩的断面，这么高，这么粗。当初的熔岩这么高，还可以看到它的断面，有红色的，就是当初的熔岩浆迅速冷却，然后把这条道路毁灭了。这条路现在是有限制的，5.5迈，只可以骑脚踏车过去，走路的话要6个小时。就是去看旧的那个熔岩入海的痕迹。好多车位啊！这个是我们在大岛看到的第一只内内。你没有脚环呢。这一条就叫做毁灭小径，大概0.5迈。前面就可以看到一半是雨林，热带雨林，另外一半就是被熔岩毁灭，所以叫毁灭小径。刚刚那2只内内飞过来了。Hello， 你们要去哪里呀？你看前面就是交界处，这里我们现在踩的这一片就是被熔岩覆盖的毁灭的大地，寸草不生。前面这一片绿色的就是没有被毁灭的，就是形成一个很明显的交界。这个就是当年火山喷发的高度。火山喷发的高度是579公尺，然后比台北101 509公尺还要高。换我们台北101又上了美国的国家公园的高石。这里是毁灭小径另外一边的停车场，然后这边有个 overlook 的点，就是看我们早上走过的那个火山口。然后我们现在站的位置就是早上看到的有红土的那个喷发口。我们现在就是站在它的正上方哦。然后这个停车场如果看熔岩流很热门的时候，有人也会把车子停在这里，然后再穿过刚刚走的毁灭小径，再走过去那个看熔岩流的地方。
现在要去看熔岩流，普通大家走的路线，这条就是走那个古道，要走1.3迈，还蛮远的。他本来以为封起来的，结果竟然可以进来。那就走走看吧。刚刚遇到那一群人，他说这一条路，很值得走，走起来很棒。我们走去看看，希望可以看到熔岩流。对呀、我们走到这个接近火山口的地方了。平常大日在这边看那些火光，还有那个熔岩流，也是因为3个月前已经喷发过了，目前是没有作用的。但是我们还是来看看吧，都来了。你看，那就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熔岩湖的形状。然后，如果平常火山在作用的时候，里面全部是岩浆，红彤彤的岩浆在里面爆发。因为这个是属于盾状火山，所以它的熔岩是比较缓慢的在流动的，不会像一下子喷发出来那么强烈。哦，中间还有在冒着烟哎，不晓得晚上会不会看到红光。我们再看一下有没有火光。现在天色已经越来越暗了。进去看看。我们现在摸黑来看这个 overlook， 看看有没有希望。你看地上也都有亮亮的。对啊，指示灯。晚上。因为只有晚上才看得到啊，所以它要指示你怎么走。对啊。我们现在就是要去看这个火山口。就表示晚上一定有需求，所以它才会。对啊，当它在喷发的时候，这里你哪进得来啊？我们来这里看看，可这个不是一个overlook。跟着外国人找，外国人最冒险犯难，最不信邪的。今天就只有一直冒烟而已，完全没有任何的火光。然后今天只有漂亮的月亮，今天是满月哦。今天只有满月伴随着我们。